段节目当中，我们谈的是建筑工事不当造成的天坑塌陷。接下来则要跟大家来聊聊地理现象当中绝美的天坑奇景。天坑是指有巨大的容积，周围呢是陡峭而圈壁起来的岩壁，深陷成井状或是筒状，像这样子轮廓的奇特空间。世界排名前5的超级天坑当中，就有3座位于中国大陆。排名第1的就是重庆的小寨天坑，是世界上深度跟容积最大的岩溶漏斗，堪称洞穴奇观了。而天坑底下的景致，大家都说好像在拍仙侠剧哦。大陆中央电视台做了报道，我们来看看其中的精华片段。这里是天坑中部路段，已经可以看到天坑底部的一些地貌。只见下方植被茂密，巨大的山洞在云蒸雾罩中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哇，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坑底，只是在半途中，但是已经可以看到那个暗河的出口了哈，非常的震撼。因为在上面我们只能看到这个天坑它的整个大漏斗的那个广度和深度，但是完全没有想到在下面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山洞。现在那个山洞呢，因为有那个河流在里面流淌，可能气温一高，就微微的蒸腾了一些蒸汽。坑底湿滑，走起来要小心翼翼。然而水汽的滋润也让每株植物都青翠而充满生命力。它们在坑底巨大的空间内弥漫延展，形成的壮观景象也因难得一见而显得更加奇幻，让人仿佛穿越到了某片史前森林。这个风景真是太美了，也就是622米底部了啊，刚才这个田老师也说，这个我们下来以后，感觉好像看这个坑口就变小了，是吧？上边是662直径，直接现在下来就这么大一块地。现在看上边也就这个巴掌大一块地。我们就是我的感觉是，虽然我们站的地方很狭窄，但其实我觉得它里面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地方立了一个牌子，我觉得可以表达所有走到这里的人的心情，叫做坐井观天。的确是这样，非常明显。这上面是一个接近于有点像圆形，有点像一个正方形的这样的一个坑口。在天坑底部，这里空气清新，植被葱郁，直径522米坑底的巨大空间，让坑口在视觉上仿佛收拢变小，成为一个小小井口。在这口大井里，由于地下河流侵蚀石灰岩巨洞，使洞顶坍塌，天坑由此形成。从洞底被冲刷成蘑菇状的大岩石上，就能一窥水流的巨大力量。这些水最后会流到哪里去？这个水应该是我们长江这个水源的一部分，也算长江支流。到世界最大的天坑呢，去游玩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地心探险的感觉哈。我们刚刚是从地面上来看这个重庆的小寨天坑，但如果我们从空中鸟看，这是空拍照片啊，你会不会觉得很像大地在开口笑呢？好，我们来看一些基本的资料。坑口最大的直径其实达到有622公尺，深度有662公尺。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如果把我们的101大楼哈倒过来放进去的话，还会露出一大截哈。而且这个坑哈，我们后来看了一些资料啊，觉得非常有意思。里头有住一对夫妻耶，这对夫妻是不是现代版的杨过小龙女啊？在绝情谷底。对，在绝情谷底，对不对？他们很厉害耶，住了20多年，而且呢，真的很喜欢这个坑底的生活。他们说真的是与世隔绝，他每天负责打扫2000多级的阶梯哈，真的非常的有意思。请马老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重庆小寨天坑它的特色在哪里？对，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很多
多天坑发生在都市，哇，这时候大家觉得是灾难。可是如果天坑发生在这种所谓的自然景观当中，哇，当然就是绝美的一个景观。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之所以会有形成所谓的喀斯特地形，因为你发现很容易形成天坑的，基本上呢，不敢说100%，可是90%以上，看它的岩层都是属于石灰岩。石灰岩它是碳酸钙组成的，所以发现水带弱酸性的时候，三米浪台，浪就是一台，因为水它其实会冲蚀，所以我们看到喀斯特地形啊，很多比如说钟乳石、石笋，甚至熔岩洞，包括我们看到的号称全世界最大的天坑，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讲说啊喀斯特地形当中会出现一个像漏斗形的这个地形。这漏斗是上面大，下面窄。好，当然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寨天坑从上面要走到谷底，来回要7个小时的时间。好，所以它是非常巨大的，你没亲眼看到，你很难想象。不过呢，这个是怎么形成？因为它原本上面都是有石头，可是因为下面有所谓的地下水在不断的侵蚀，下面空了，上面的石头掉下来，而形成我们看到自然界的一个天坑。所以在这个地方，刚刚开文也提到，里面有人居住，而且呢，在这边据说早期当地人为了躲避战乱，很多人就躲到这种大大小小的坑洞当中。那据说玉皇大帝呢也保护他们，让他在这个地方请了观音菩萨来保护这一个地方，所以慢慢越聚集越多人，形成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天坑就叫做小寨，它就是一个小的村落在这个地方。好，所以呢，在这边你看到人的生活跟大自然结合的这一个部分。那当然呢，如果你有机会走到下面往上面看，哇，非常漂亮，因为真的就叫一线天呐啊！因为上面开口相对被石头甚至旁边的群山所挡住，也形成非常特殊的一个风景。好，那么重庆其实不只有这个小寨天坑哦，还有另外一个也非常有名，是世界自然遗产呢，叫做五龙喀斯特，对不对？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申遗成功了。那么其中包括了芙蓉洞、天生山桥，还有后坪天坑。那么我们要特别介绍是这个天生山桥，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怎么会站了一个变形金刚？没错，因为变形金刚4就在这里取景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电影也在这里取景，也是大导演的作品啊，那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个是其中的一张剧照，对不对？那么这也让这个所谓的天福观义，哇，看起来真的古色古香哈，为之爆红。是马老师继续帮我们介绍一下，包括刚刚介绍的小寨天坑，还有包括呢重庆的这个喀斯特地形，五龙的这个喀斯特地形。其实中国有一个世界遗产名称，其实就叫做中国南方喀斯特。整个加起来，包括了像重庆，还有包括呢四川，还有包括云南、贵州，甚至广西。我们都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对不对？那其实看到的，甚至云南的昆明的石林，这些其实都是所谓的喀斯特地形。所以他们是整个一起，所以难怪在2007年。对，可是它不是连在相连的啊。可是呢，它是同一个名单当中，所以那时候就申遗成功。对，就申遗成功。所以呢，来到这边当然看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一个面貌。那就像开文刚刚提到的，五龙喀斯特原本知名度没那么高，其实完全就是因为电影行销，像刚刚提到的大导演张艺谋拍摄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原地重建了一个叫做天福观义。很多人说，哇，这个是电影拍摄场景啊。可是呢，根据历史的考察，确实这个地方以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驿站。我们今天看到天福观义的一个重现，其实也是为了电影需求，甚至呢按照历史的一个情节来做这样子一个呈现。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外国电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变形金刚4，也在这个地方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点来做取景。这个地方最著名的就是什么？一川、两洞、三桥，因为它刚刚提到它是由不同大大小小所谓的漏斗型的溶洞地形。好，因为呢整个山区还有包括石灰岩地形非常的广阔，经由时间不断的一个溶解、溶蚀水的溶蚀之后，而形成我们看到在这么短的一个距离，你可以看到有所谓的天生桥。什么叫天生桥？其实就两边塌陷，中间靠着一个单纯的一个石拱啊，因为它没有塌陷，看起来就像一座天然的一个桥梁。所以这边呢有天龙桥、有青龙桥、有黑龙桥。那当然呢，沿着现在整个铺设的一个步道，大概全部你用步行的方式4个小时，你都可以在谷底，就是说
低于地表之下的这样子的地方。好，沿途可以看到像瀑布啊、云雾啊，甚至我刚刚提到的熔岩洞，甚至天生桥，各式各样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景观，都在我们讲说五龙这一个而且风景马老师刚刚区当中。讲了一点很重要，对不对？你在谷底走路，但是其实是在地表以下哦，对，非常重要。那么另外在上海有一个饭店也在地表以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当所有上海的饭店都在争相挑战高度直冲云霄，却有一座饭店选择反向思考，向下发展。一般建筑物都是向上建造，但是深坑酒店它是向下建造。这个想法提出来的时候，全世界同行都炸开了，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建筑形式。这座饭店的建造地点原本是废弃的采石场，大楼几乎是垂直倒挂在一个超大型的废弃深坑当中。3、2、1。起爆！整个坑洞面积大约10万平方公尺，深度达到88公尺。往前腿放下一点，再放一点，好。坑道的崖壁几乎呈现垂直的状态，要怎么运送建筑材料，还得把饭店大楼给稳稳地挂在崖壁上，成为最大的考验。那边当时自建的过程中还塌了一块掉下来，很大一块掉下来了。所以那个位置呢，岩体有个断裂带，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缝合，打那个锚索把它缝起来，类似于。就缝衣服也把它缝起来。为了避免坑壁坍塌，光是洞口就打进了99根35公尺长的锚索加固，整片崖壁动用了6500根负责固定的设备。整个岩体的厚度呢，它是不规则的，所以的话，运力锚索这个长度呢，它是有长有短。整个崖壁呢，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支护体系呢，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锚固，所以的话，整个的崖体呢是非常的安全的。一共打造了12年，深坑饭店才终于从地底探出头来，看到了地平线。好，上海这个饭店被称之为世界10大建筑奇迹。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资料哈。其实它本来是在2战期间哈，日本的一个采石场，对不对？那么后来就被评选为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建筑了哈。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其实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深度大约88公尺深，是世界上最低海拔的饭店哈。地下16层，地上2层，总共18层。我每次都开玩笑说，要不要去住地下18层呢？好，去体验一下。但人家地下是16层啦，好，不要想太多。好，房价的话，一般客房大约9000台币。那么水下总统套房，哦，这个很厉害耶，74000台币，很多人会去朝圣了哈。不过我们马上来先请教一下理事长哈，像这样子的一个建筑，其实它的工法真的非常的困难，对不对？因为他们耗时12年哦。总共有64项的特殊技术工程哦，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是不是会有很多的风险存在？没有错，最大的风险应该是在地质上面的风险。那这边采的呢是安山岩的这样子的矿场，那这种矿产如果有采出来旁边的这一些岩壁呢，那它就我们讲的就叫做见光漏光了。那漏光之后呢，就会产生开始风化，开始弱化。我们要去对它做预先的一个调查，说它这边呢哪些地方有裂缝，哪些地方有节理。那我们针对这个呢，建立了地质模型。那针对地质模型之后，我们就打入这个岩锚，然后打入这个预立的地锚。那打到这个岩锚里面呢，把这一些有裂缝的这一些岩石呢，一个一个把它串接起来，然后把它拉紧。我们要确保之后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这个结构物的安全。了解啊。而且呢，这个深坑酒店它其实是那个杜拜帆船饭店他们的建筑团队一起打造而成的，对不对？是的。那现在的确是已经创了一个记录了哈。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传出来说用22.5亿人民币在求售了哈。到底能不能顺利易主，我们现在还不太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已经吸引很多人去朝圣了，对不对？有哪些必
看的景点或者是必看的体会呢？它的特殊之处吗？老师？其实像这个它最特殊的，因为你从地表上面看，它只有2层楼的建筑，结果走近才发现，哇，原来下面是一个坑。好，虽然它不是真正的天坑，是人为挖凿的，可是呢，真正你看到还是非常这个震撼。那刚才有人提到，整栋是18层的一个建筑，地上2层，在水底下面也有2层。这2层呢，第一个叫总统套房，第二个呢，其实在水中，在地下第16层，也就是整栋最底层18层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我们讲说餐厅。所以当你用餐的时候，旁边就会好像置身于所谓的海底楼宫、水族箱的这种感觉。这也是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不见得会住，可是他会订餐在这个地方，享用感觉在水底、海底订餐的一个感受。那所有的客房，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面向不是面壁哦，它是面向前面的这种水，还有包括非常漂亮的峭壁景观，中间都有这种所谓的玻璃步道。如果你没有这个胆量来走的话，其实它也提供坐着直升机来观察的这样的服务，所以它其实号称包括这种景观，其实真的住在这里面，很多人来住，其实不是真正住一晚，而是来这个地方看到非常特殊的造型，还有包括人为的一些建筑怎么跟这些自然地景来做结合，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噱头。那稍待一会儿，我们还要带您到西伯利亚哦，去看看每年都还在不断的扩大的有一个地方，它是天坑没错，但是也叫做通往冥界之门，怎么回事呢？西伯利亚大片冻土出现巨大天坑 ，like golf holes in a game played by giants。像这样的巨大圆形天坑，科学家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已经发现了17个，有民众怀疑是外星人所为，或俄罗斯正在秘密进行核武试爆。不过，科学家利用无人机的3D 地图破除了各种谣言。An explosion throws debris hundreds of meters. That's how these craters, which can be 30 to 40 meters deep and over 30 meters wide, are formed. 原来这些坑洞是地底甲烷爆炸所造成的。原来藏在冻土里的甲烷因为软化造成冻土溶解而慢慢释放。当地底的甲烷越积越多，超过临界点就会引来爆炸，留下巨大天坑。Methane is a powerful greenhouse gas. In the atmosphere, it traps Earth's heat, warming the climate. 专家说，甲烷的温室效应能力是2氧化碳的84倍。如果永久冻土融化，甲烷大量释放，恐怕会进一步加速地球暖化。Potresa. Onda posle toga padala kiša i to još gore, onda voda, stalno voda. 天坑不止在俄罗斯，克罗埃西亚这个乡村小镇，去年12月发生2次大地震后，出现了100个巨大坑洞。U razgovoru sa stručnjacima, sa ekspertima, te rupe bi se pojavljivale bez obzira na potres. Potres je 通常要数十年甚至100年才会形成的天然坑洞，因为地震突然快速增加，让民众啧啧称奇。他们也担心地基因此被掏空，影响到他们的居住安全。在西伯利亚冻土带的天坑当中有一个非常的有名，叫做通往冥界之门就是这里。其实它叫做巴塔盖卡大溶洞，好难念哦。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条小沟渠的感觉，但现在已经慢慢扩大，变成1公里长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巨大的坑洞了哈。马上来请教一下施理事长我们知道刚刚一直在讲喀斯特地形，对不对？那这个叫做冰融喀斯特地形哈，这跟一般的喀斯特地形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好，这个是形成在最后一次的冰河时期。那这个时候，地下水呢，就在冰河时期的这一个时候就冻结在土壤里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永冻土。那可是呢，现在因为气候的软化，全球暖化，对，那它的冰呢就会融化成水。那当它融化成水的时候，它就把土壤给带出来，那不断的带出来之后，这边呢就不断的产生了山崩，然后不断的这个坑洞不断的扩大，每年扩大大概10公尺这样子，10几公尺这样子的扩大。所以其实就是水造成的啦哈。从刚才我们讲的，从一开始的这个都市里面的这些道路的天坑也好，其实都跟地下水脱不了关系，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刚报道当中还提到了克罗埃西亚这个国家哈，那么在大地震过后，其实他们先前也冒出了上百个天坑但是他们其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喀斯特地形就是16湖国家公园了哈。1979年的时候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那这个部
部分当然也要请马老师来告诉我们，因为它是东南欧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哦，而且 CNN 把它评选一生必去世界15大绝美奇景，真的非常美，而且听说那里有一个世外桃源，一定要去，叫做水车村吗？对，其实看到克罗埃西亚的16湖国家公园，各位其实就知道哈，这个地方其实它就是大大小小不同的天坑。那当然因为有水的关系，原本是地下水，可是你会发现变成地表水之后，一直不断的在冲击。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克罗埃西亚，其实也是整个巴尔干半岛地区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喀斯特地形最发达的一个区块，16湖国家公园就是其中景色最美，也是来到克罗埃西亚大家必访的一个景点。当然，如果从首都克罗埃西亚的首都前往16湖国家公园途中，有些时候我们会停留叫做小16湖。你说，既然有大16湖国家公园，怎么又有小16湖呢？因为它其实这边全部都是河流，而形成大大小小不同的熔岩坑洞。那刚刚我们看到的16湖国家公园里面全部都自然景观，没有人居住。可是呢，在这一个水车村，那基本上它就是当地居民利用这样子一个水利，还有包括利用这样天然的景观，而形成我们讲说小小的一个聚落。这个水车村人口不多，大概100人左右。可是你发现他们房子很特别，都是木造的，而且盖在哪里？就是盖在这种瀑布上面啊，下面你房子下方可能就是有水流经过的一个地方，而形成非常特殊，有点像童话故事当中才会看到的一个场景，也成为来到克罗埃西亚有时间除了去16湖国家公园，也可以来到小16湖水车村来参观。的确啊，克罗埃西亚我们以前听观点也介绍过哈，真的是一个蛮值得旅游的一个国家。那刚刚讲到了 CNN 评选这个世界上有15大绝美奇景，是你一生一定要去的哦。但是呢，如果大家觉得克罗埃西亚实在太远的话，没关系，靠我们很近的，我们自己也有一个，那是哪里呢？广告过后，我们请马老师为我们来揭晓，请别走开哦。我是庄开文，欢迎收看《T1点》。我们先前探讨过火山跟地震，今天则要继续潜入海底去探讨亚洲的海啸威胁。我们真的会受到冲击吗？您可能也还记得2022年初南太平洋岛国东加的火山岛喷发，当时日本气象厅随即就发布了海啸警报。中央气象局长郑明典也在脸书上表示，包括了台北、花莲跟台东都测到了有冲击波哦。当时就有民众担心说，那台湾会不会发生海啸呢？还好最后几乎无感。但是2011年东日本海啸却造成了福岛核灾。更早之前，2004年发生在印尼苏门答腊的南亚大海啸，造成29万人死亡，也让人们记忆犹新。而海啸的凶手就藏在印度洋底下的海沟当中吗？美国的科学团队呢，就搭乘特殊太直的潜水艇，深入到大洋的最深处。Discovery 频道跟 TVBS 合作《蓝色星球大探险》，跟着专家的镜头，一起要找出南亚大海啸的元凶。此外，我们也要告诉您，台湾的专家已经研发出海啸速算系统，在地震发生之后3分钟以内就可以计算出后续海啸的影响范围、强度，还有包括抵达台湾的时间等等。好，我们先沉入海底吧。2004年南亚海啸恐怖灾难就发生在全球最温暖海域印度洋，而几十年来至少5场致命海啸，起源可能和爪哇海沟脱不了关系。The ocean's deepest point lies at the epicenter of a tsunami trigger zone, the Java Trench, where 2 giant plates in the Earth's crust collide. 美国探险家维多带领团队想创下人类首次到达印度洋底7000多公尺最低点，揭开海啸秘密。In the middle of the Java Trench is this tiny sinkhole that we actually have determined to be the deepest point in the Indian Ocean. 探险队首先用声呐对海底地形一扫，发现断层带有一条长长的海底山，就像不定时炸弹，受挤压就可能陷落或出现大地震。There it does look like that's created by the seamount being subducted under the plate. You can see how it's pushing down and the energy is crushing the seamount itself. 不过这都只是可能理论，维多接下来要驾驶特殊太直潜艇往下7公里一探究竟。
不过第一趟潜水下沉速度太慢，僵持了几个小时，决定放弃。Victor, I'm recommending an abort. 工程团队彻夜修理潜艇，隔天再次尝试下潜。I can see the bottom of my display, 20 meters to go. Sea floor starting to come into view. 经过了5个小时，终于看见宛如沙漠荒地的海沟最深处。Touchdown. Okay. Bottom of the Indian Ocean. 闯入没人到过的神秘境地，过程中还拍下前所未见的奇特生物。维多最后带着样本和观察数据回到海面，希望能揭开更多印度洋致命海啸的秘密。哇，这画面的确非常珍贵哈！原来在印度洋底下7000多公尺的最低点，宛如沙漠一般哦。讲到这个爪哇海沟，我们来看一下基本资料，是在印度洋的东北方，长2600公里，那么最深处有7725米深哦。那么曾经被认为印度洋最深的海沟，但为什么我们这里要打一个问号呢？还有就是，您觉得这个海沟已经够深了吗？错，它根本排不到世界前5深哦。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稍待一会儿，马上来请教专家。另外还要来问的就是海沟跟海啸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性，以及呢这些海啸对于人类的文明又带来了怎么样深远的影响。好，马上来介绍今天的专家老师。第一位要介绍的是中央大学水文与海洋研究所教授吴作任，吴博士您好。凯文姐好，大家好。是，再来介绍的是大家的熟悉的好朋友，世界遗产资深导游马金康马老师。凯文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马上就来看为什么说这个爪哇海沟根本排不到 Top 5啊。我们看第1名是谁呢？马里亚纳海沟，它是呈新月形的哈，那么长约2550公里，那么平均宽大概有69公里，那么最深的地方就是在斐查兹海渊，大约就是11034公尺哈，是地表最深处。那第2名则是东加海沟，而且它也是南半球海洋的最深点。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啊？就是说为什么前5大通通都在太平洋呢？第2个就是它们的深都超过有1万公尺哈。没错，因为世界大洋大约有30条的海沟，其中在太平洋呢，主要的就有17条当中的14条都位于太平洋。好，我们刚刚影片当中就提到了哦，这爪哇海沟本来说是印度洋最低点，但现在说好像是第2深，是吗？马上请吴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好的，这个是很有趣哦。比方说我们讲到太平洋、大西洋，我们很明显就没有任何国家的名字在里面。可是当我们讲到印度洋的时候，大家很容易联想到就在印度它的周围，这也没有错。但是印度洋呢，它事实上一直往南到了澳洲附近。虽然到了南半球澳洲的西岸的时候，那边有一个才是一个海沟的点，那才是这个印度洋海沟的最深点。可是如果说以一般人的认知，印度是在北半球，也就是说，如果是大约在印度附近的话，那的确是我们这次讲的爪哇海沟会是最深的地点。不过最深的其实都在太平洋。是。好，那么影片当中有提到说，爪哇海沟它有一条长长的海底山哦，哈，这些小山其实是科学家必须要特别关注的焦点，对吗？还有呢，南亚大海啸的起源究竟是在哪里啊？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那这次呢，我们在爪哇海沟呢有看到的，就是说，他有看到说，事实上它这个虽然看起来像沙漠一样，但他也看到一个小的一个山丘的形状。那这山丘形状呢，很有可能随着隐没的过程，它在之后，它会造成后续的所谓的拴住的效应，就 lock 住的效应，然后造成能量的累积。那之后就会预期可能会有较大的事件会发生。不过如果说以这个正常的来说，如果是像2004年这个印度洋所发生的大海啸，它是发生在苏门答腊，也就是印尼的那一条那个带状的岛屿的比较靠近它的西边的那一侧，苏门答腊就靠近印度洋那里。那个呢，大约是累积了200年。那如果说是用规模来看的话，规模9以上就是毁灭型的地震。那规模9以上的地震，它的周期一般来讲，全世界它看起来大约在700年到1000年之间会发生一次这样子。听老师这样讲，我们稍稍松一口气。好，不过当时讲到苏门答腊的那一次的大地震，真的所形成的海啸总共造成29万人不幸死亡哈。那海啸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大呢？这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疑问。还有什么样的状况是最危险？
险的。哎，吴教授，您今天带来了这个是航海王，鲁夫，要请鲁夫来告诉我们海啸的威力到底有多大，还有它到底是怎么生成的。好，那请老师来告诉我们，到底海浪跟海啸有什么不同？哈，请示范。好的。我手上拿了几个道具哦，一个是这个我用这个吹风机，对，这也是夹娃娃机10块钱夹到的战利品。这吹风机呢，它的功率大约是1200瓦左右啊。那功率越大，这个水所造成的这个破坏力就会越大。那我待会要展示的就是说，我用这个1200瓦的吹风机，要对应上用6颗电池所产生的电力，那这个瓦数小到大概9个位数的瓦数啊。那我会来展示说这2个威力差别在哪里。那各位可以看到说，在我这个水槽这里呢，我这边有放了一个潜水艇在这里啊，然后后面有放了一个漂浮物，就是一个小小的救生圈啊，救生圈。那待会呢，我实验开始的时候呢，要请大家看一下这吹风机呢吹的过程呢，潜水艇它的运动有多少的程度，然后当我产生海啸的时候呢，它会有多少的程度。那我现在就启动我的10元吹风机。好，我现在呢就假设说这边产生了一场巨大的台风，这台风呢产生的过程呢会在这边造成很大很大的浪。这浪呢会随着这个台风的发展，会变得开始平缓，所以大家也看到说，在这过程呢，它的吹风机呢其实是不太动的。对。那如果我甚至把这个浪呢吹得比较陡，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潜水艇呢，仍旧是不怎么样的运动。好，没代志。对，没事。好，没代志。好。这就叫做海啸面坡，就是一般的风浪，而且是非常非常大的时候的风浪。好。那我现在呢要来进行的就是要来利用我们的造浪者2号来开始产生这个一个海啸的波浪，因为它这次造浪者2号呢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它海啸到了破坏力的发生的时候，它是属于类似像冲击波式的一个的能量的释放，所以它比较像是一种气功。所以呢，我就特别写了一个程式呢，让这个造浪者2号呢，也能够产生类似龟派气功的效果。那在这里啊，那我现在就开始产生啊。那我先示范一下，待会海啸来了，海啸来了。好，然后我们就开始来，1、2、3，啪！哇！好，大家有注意看到了吗？有看到了。对，第一个看是这个造波机，它吹出了一个龟派气功的浪。我这请这个开文姐来帮忙示范。我也来展现一下龟派气功。哎，我会不会失败呢？哎，有哎，这个就是海啸，对不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刚刚在实验当中也看到，包括连潜水艇都会被晃动，对不对？如果是一般，就算是台风，潜水艇应该都是没有事情的。可是呢，等到这个海啸一来的时候，包括潜水艇都会不保。对，这边也给各位一个小小的概念啊，海啸呢，它的能量跟风浪很不一样。一般台风在天上吹得很强，风速到了时速200，它的这个影响到海水下面的程度，大约从过去的观测，大约就在30公尺附近。所以呢，一般我们的潜水艇呢，通常会躲在50公尺到200公尺之间。所以潜水艇其实不太需要去怕台风啊，可是呢，潜水艇就很怕海啸。海啸来的时候呢，因为整个水体啊，它不再是只是上面的海浪在运动，它是整个海啸会这样子运动。所以呢，躲在下面潜水艇呢，就刚刚可以看到，就它会跟着一起带动。一起带动的过程呢，就会造成说，它很有可能把潜水艇摔去撞到它的海底的山壁。那这时候就会是国际性的大事情了。而且特别是这种会躲在底部的潜水艇，一般都是核子动力潜水艇。是因为他们设计的就是可以长时间在深处，然后说躲在那地方，那刚好海啸就专门打那地方。但是在当年的时候，南亚大海啸那个威力这么强大的情况之下，倒是有一座古城叫做加勒古城，它躲过了海啸的袭击，到底是为什么呢？而且这个地方呢，在1988年的时候也被列为世界遗产。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资料。
好，从这张地图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嘉乐古城呢是建于16世纪哈，但是它怎么那么厉害，可以抵挡得住这个海啸的袭击呢？而且呢，它这个古城墙有什么特殊之处？听说马老师你也去过斯里兰卡，对不对？然后呢，也造访过这个地方哈，然后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里其实是很多观光客必去的景点？对，其实斯里兰卡我们知道它是印度洋上的一滴泪珠，它其实地理位置跟台湾有点像啊，因为印度次大陆隔着中间保克海峡就是斯里兰卡。那在西边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当年2004年南亚大海啸受创很严重的地区。因为可以看到当年包括印尼、泰国，尤其像斯里兰卡，在当时都受到海啸非常大的影响。尤其嘎勒这个古城，嘎勒这个古城其实它在斯里兰卡西边这个地方哈，之所以会有这一座古城，你可以看到它整个面积就是在一个半岛上面，它几乎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区块。当时呢，最早是葡萄牙人在大航海时期来到这边，可是后来又被荷兰人抢占据，所以荷兰人我们都知道，台湾有一个热兰遮城，当年荷兰人也是在这个地方海外的一个殖民地滩头堡，作为从西方到东方非常重要休息的地方，所以在这边一样仿照了所谓的欧洲的城堡建筑。整个城堡建起来，你发现有14个陵郭，就是所谓的守望塔。好，所以它在当时其实整个这个建造起来是非常坚固的。好，当年呢，其实为了防守敌人而且用当地的花岗岩，还有包括海边随手可得的这些珊瑚礁，砌成非常牢不可破的这些堡垒。可是没想到400年之后，反而帮他这个斯里兰卡抵挡了大海啸。当年海啸发生的时候，周边的村庄没有这些城墙的保护，其实各位可以从电视画面看到，都受到非常大的一个灾害跟影响。而在整个城墙保护的这个半岛范围当中，里面保存了以前的古城，还有包括法院，还有荷兰人遗留下来各式各样的古建筑，也都因为外面坚不可摧的这个堡垒，真正把它完整保存下来。走在里面也真的好像仿佛走进了我们讲说16世纪、17世纪那时候荷兰在这个地方殖民整个的一个风味，可是又有所谓的热带风情的一个感觉，所以呢，它目前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也可以知道说，古代的工事真的是非常的坚固哈。但是您觉得这个海啸离台湾很远吗？那可不一定哦。大家要记得的就是在基隆其实在1867年，就是155年前，也曾经遭遇过大海啸，当时的死伤也是非常的严重的。但时至今日，到底需不需要担心？还有就是海啸是不是有所谓的周期性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基隆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地震引发的海啸冲垮日本东北地区，大水淹进城市，房屋、车辆还有船只都被冲走，画面触目惊心。但其实基隆也曾经被大海啸侵袭。对，就是海底火山爆发，整个爆发的。对。根据淡水厅志记载，同治6年，基隆发生大地震，当时海水暴涨，山崩地裂。对照之下，海啸发生在1867年12月，当时基隆屿底部火山爆发，进而引发海啸冲上基隆陆地，影响范围包含瑞芳、万里、金山。沿岸居民从700户变成16户，共有数百人死亡。当时居民先是感觉到地底震动，接着看到海水后退，没想到突然在海面上看到海水升起，以惊人的速度冲过来，根本来不及逃。整个港内的水就往里面居中居中的时候，当然一般老百姓看到这个海底，赶快下去捡鱼。可是没多久的时候，就那个水就从外海往内港冲。从前基隆海啸最高7.25米，研究人员也说，其实基隆屿到龟山岛之间还有70多个活火山，还是有爆发的可能。除了多加防范，也只能提高警觉。哇，155年前，那时候是清朝的弘治年间了哈。那么侵袭基隆的海啸到底怎么样造成的？我们知道这个海啸的形成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地震啦、海底火山爆发啦，或者是海底山崩哈。那么基隆的部分又是如何呢？好，基隆海啸它其实到目前都还是一个我们讲的谜样的海啸哦。为什么会说谜样的海啸呢？第一个，它很确定它一定有这个海啸。那当时的记载呢，其实蛮多的，包括中文、英文、法文，甚至日文都有记载，从不同的国家都有讲到这些事情。那它所发生的这个在基隆跟金山甚至有记录到7公尺。
甚至呢，我们在这个八斗子那里啊，都有记录到大概10到15公尺的一个海啸的高层。天哪！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海啸。甚至我们在做一些访谈呢，当时的一些耆老曾经有讲到说，当时的海啸已经打到狮球岭隧道那里，所以它算是一个很强烈的海啸。可是如果说去看当时的记载，它当时记载有讲到，第一个有地震，地在震。第二个，海面上有烟雾，有烟雾。OK， 那海面上有烟雾的话，很有可能是海底火山或者是其他之类的。对。那另外陆地上也有火山在喷发，很多科学家就去试着还原当时地震的规模。那当时地震规模大概是规模7左右。那规模7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模拟，规模7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都不太会产生有感海啸。所谓有感海啸，说你可以看到海啸来。那相对无有感就是无感，就是如果是规模7，它大概程度就在10公分到50公分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海啸，不管你怎么去设置，它就是这么小，怎么可能会打到狮球岭隧道？怎么可能会打到一个7公尺高的一个地方？所以就像刚刚开文杰所讲的，海啸除了地震之外，它还可能会因为火山喷发或者是海底山崩。那透过这些一连串的机制，包括这个地震、山崩，甚至一些火山喷发的效应，所集合起来，造成基隆的一次这么严重的事件。不过听到这么严重的状况，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到底这样子的状况有没有所谓的周期性，会不会再发生，然后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再发生呢？还有就是，其实您所带领的团队呢，也打造出了海啸速算系统，对不对？好，听说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短短3分钟的时间，马上可以算出海啸的浪高啦、影响范围等等数据哦，而且是世界级的精准哈。这个部分是不是简要的帮我们说明一下？那这速算系统呢，我们称之为 COMCOT，这是我的老师刘立芳院士他在康奈尔大学之后所发展的，我把它再改良变成一个速算系统，变成一个可以在1分钟左右就算完台湾海域的，从日本到台湾之周围的一个速算系统。那这速算系统呢，就可以说可以在大约1分半钟之内就把海啸给算完。所以刚刚开文姐讲到3分钟，那是因为我们还要再算大约1分半钟的时间去获得比较完整的地震的资料，所以呢，偷偷加起来大概3分钟就可以告诉整个台湾哪些地方、哪些乡镇，甚至说哪一个港口，它所发生的海啸的高度有多少。什么时候会来？淹的范围会有多少？哇，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对不对？然后透过那个国家级警报，马上让大家都知道哈，该撤退的赶快撤退。不过讲到没有撤退的时候就会一个海啸打来，就会造成摧枯拉朽的这种威力啊哈。那么积极在发展这个海啸的预警系统的国家，当然一定会包括哪里呢？日本。对不对？而且呢，日本有一个积极成为这个想要成为世界遗产的地方，那就是镰仓大佛。听说这个镰仓大佛当年也跟海啸有关，这是又怎么样的故事呢？对，其实当我们今天从东京搭1个小时左右的车来到镰仓，你发现它其实只有一个非常多寺庙的一个地方，其中最有名、最具代表的就跟我们彰化八卦山大佛一样，那个镰仓大佛就在那边。很多人觉得很好奇，镰仓大佛外面都没有任何的寺庙，照理说它应该是寺庙当中的一个佛像啊。可是就像开文刚刚提到，这个其实镰仓大佛也跟海啸有关，因为在1495年的时候，这边也曾经发生过海啸。海啸来的时候摧枯拉朽，把外面木造的这些建筑，因为这一间寺庙叫高德院啊，全部都摧毁掉啊，唯独就是可以看到一尊大佛就好好的就端坐在那个地方，所以从当然也成为非常重要当地的一个安定人心、信仰的一个中心。好，那当然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在台湾很多很著名，很多人会跑到台东去干嘛？去太麻里看那个像日本漫画当中《灌篮高手》的火车平交道，对啊，其实就是在镰仓。镰仓高校，各位看过这个《灌篮高手》知道，镰仓高校前面的那个铁路平交道，也是不管动画迷或是漫画迷特别要去朝圣的一个地方。那么接下来这段节目的主角就要换一下喽，当然就是要世界第一深马里亚纳海沟，马上带您到海底探险。前一段节目我们
们已经带您造访了爪哇海沟，那么这一段呢，就要潜入到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去探寻人类生命起源的奥秘。继续来看，就是 TVBS 跟 Discovery 频道所合作的蓝色星球大探险到最深海沟。地球最低点，世界海洋最深处，人类未知的太平洋深渊首度公开。Wow, it's so soft. In some respects, this is such an alien environment. 美国富豪探险家维多带着特殊的钛制潜艇，这次潜入水下11000多公尺的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要揭开生命起源之谜。If they can find colonies of bacteria in the Mariana Trench, then extreme forms of life could also exist in the oceans of those alien moons. 潜艇从表层透光带到弱光带，深入超深渊区，映入眼帘的是适应黑暗、能够自体发光的神奇生物。The sub is now passing 3,000 feet. Beyond here, a U.S. nuclear sub would be crushed like a tin can. They're stuck in the mud down there. Bad news, man. 潜到一半丢了登陆载具，卡在海床上，才冒着潜艇可能受困的危险，抢救成功又面临危机。Yeah, we're below 50% on the batteries. If something serious goes wrong, Victor is on his own, where no other craft can possibly reach him. 维多必须和时间赛跑，此时却有重大发现：潜艇来到比先前记录更深的地点，19000公尺，相当于117座自由女神像高。历经波折，终于潜入海底。Is that a bacterial mat? Look at that. Look. Yep. The yellow growth on the rocks is in fact millions of bacteria feeding on chemicals seeping from the Earth's crust. And it's the deepest ever observed. 人类从未涉足的深海极端环境孕育着生命，也许能为人类生存之谜带来解答。好，可能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里会觉得很奇怪啊，潜入到海沟里头，跟探寻生命起源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主要就在于啊，地球的生命啊，最早就是诞生于38亿年前的海底哦。那么最早都是海底生物，那么渐渐的呢，就会变成了两栖的生物，然后才有陆地上的生物。而马里亚纳海沟，我们来看到就是世界海洋的最深处哦，而且它的深度哈，的确相当的惊人。如果把这个圣母峰倒过来放进去，哎，还不够，然后再塞4个帝国大厦，哎，还是填不满，所以可以想见它的这个规模了哈。我们来请教一下马老师，像这样子的地方，当然有很多的探险家会希望能够去解开一些谜团，对不对？那么从1960年哦，那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人类到达深渊了。对，其实刚刚凯永提到，1960年代，美国跟瑞士的探险家就想要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可是呢，当年因为可能科技还不发达，有图才有真相。当年虽然下去了，可是并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个照片作为佐证。那到后期的时候，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富豪维多，对不对？他其实下潜，可是在他之前，各位都知道，享誉国际铁达尼号的拍摄者叫做詹姆斯·卡麦隆这个导演，他其实也曾经这个下潜要到马里亚纳海沟啊，当时呢也造成世界很轰动的一个状况。那更重要，刚刚我们在看 Discovery 的影片，维多他其实2次下潜，他1次还不够。好，真的有钱人就是任性啊。可是呢，你发现要佩服这些人，因为他对于所谓科学的一个想法，或是科学的一个探索，那基本上他会愿意花钱来探索生命的一个起源。那更重要的，在这2次的下潜当中，其中有1次也参与了一个亚洲人，也是我们台湾叫做林颖聪。这其实也是当年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唯一亚洲人，因为之前都是欧美人士啊，那亚洲人下潜的也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常开玩笑讲哈，一个人下比较快，可是一群人下比较久。好，所以呢，其实呢，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其实也想要去探究我们讲说这个全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的这样的面貌，它其实也创下一个记录。之前看到可能都是一个人下潜，因为可能这种下潜的这种所谓的潜水艇或者是潜水器具，它承载的人是有限，空间是有限。可是呢，中国在这一次，它其实是3个人一起下潜。好，我们常开玩笑讲哈，不能同月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潜呐哈，不要紧张，不是死。可是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大导演詹姆斯·卡麦隆，他虽然乘着这个小潜艇下去哈，很多人很担心哇，这么深的一个压力，深海的压力都是人类未知的一个境界。万一呢，你在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机器故障啊，或是产生所谓的外在水压的压力怎么办？好，其实之前就有一个前辈跟他说，如果你听到这个不用紧张，因为呢，如果真的听到所谓的机器爆裂的声音，一瞬间你就没有感觉，因为深海的压力会把你瞬间压成肉泥。你就来请教一下吴教授哈，这个水压到底有多么的恐怖啊？这个危险性有多高？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二战的一些影片，这时候潜水艇就开始漏水了。如果再不小心它被这个什么有机械故障它往下的话呢，这潜水艇呢就会像刚影片中讲的，它就很像一个罐头。然后最后压力太大，它就整个猫掉，就是整个这样猫下来啊，就像刚刚马老师讲的，有一些好莱坞电影也有演，对，它就是瞬间从一个圆柱状的东西，啪就这样缩下来，是的，这是很可怕的啊。所以马里亚纳海沟它大约10公里左右，10公里的话大概就是1000个大气压，啊，所以呢，1000个大气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有没有去过海参馆？海参馆呢，它的高度呢，目测大概是5公尺或者稍微再高一些啊。那这时候大家如果看到它的用的这些亚克力啊，它的那个厚度呢，大概就这么厚一个啊，大概这么厚哦。今天这个科学家要潜到的是10公里深。这10公里深那就不是闹着玩的，因为如果你有一点闪失，它就很像萨诺克或者是浩克把你握在手中，啪，应该没有感觉，没错，你没有感觉，你就整个被捏出很多汁来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哈，我们之前在介绍火山的时候就有讲过了，火山旅游真的很夯，很多人就是一定要去探险一下哈，都很有挑战性。那请问一下，马里亚纳海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有旅行团吗？马老师？会啊，其实就像刚才提到我们之前录的，还是再危险的地方还是有人去啊。所以一个就可能活得不耐烦，第二个他可能很想挑战哇没有去过的这个地方啊，因为这其实也是旅行，不单单只是增广见闻，它还是对自我的一个挑战。是。所以呢，刚刚提到，虽然全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是处女地、无人地，当然还是有人抵达，可是呢，作为旅行团到底可不可以到？还真的有这样的行程呢。好，一次呢75万美金，大概台币2300万元。好，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般上太空你可能都要经过什么？我们叫无重力的一些训练啊。事实上呢，如果你参加这个行程，而且名额也不多，只有3个名额。那目前呢，已经有一个日本富豪叫前泽有作，他已经要准备报名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上太空，你基本上都必须要有一些训练，对不对？要忍受这种所谓的无重力的这个状况。可是呢，参加这个行程不用接受任何的训练，好，所以呢，只有一个要求，你的身体重量不能超过100公斤。为什么？因为舱内非常的狭小，所以呢，整个8天的行程其实带你下潜3次。好，在这个过程，你可以去参与我们讲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刚刚我们提到前泽有作这个日本有钱人，基本上他已经上了太空，好，所以呢，上到外太空，下到内海沟，他都要在有生之年完成。所以呢，你发现这其实也是有人想要去尝试跟挑战的一个部分。结论就是有钱真好。好，那还是请教老师，刚刚一直有讲到那个大导演詹姆斯·卡麦隆，他当初在2012年下沉的时候，其实他斥资1000万美元哦，但造的是一次性的这种潜水器，对不对？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了，我们刚刚在影带当中看到的富豪探险家维多他很喜欢的则是这个潜水器这个是好像是他的那个船舱设计成球形，对不对？而且它窗户听说也有一些特别的原理，所以才会做这样的设计。另外呢，整个潜水器是长这样，很多人都说很像那种压扁的那个牛奶盒。请问一下，像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采取的材质是钛这些设计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特殊用意呢？他们所设计的形状，在过去如果没有很好的结构力学或电脑辅助设计的时候，一般采取的就是采用圆形的设计。圆形的设计呢，可以有效的分散所有的这些应力的集中的现象。所谓应力集中，就是说我现在拿起一支笔那我把它扭曲，它不太会扭曲。可是如果说我中间有一点破损，我把它扭曲的时候，它就很容易从破损的地方直接断裂。所以呢，如果说今天是做的是，比方说比较有棱有角，这时候技术就要比较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越到后来，这个潜水艇的造型就比较能够出现比较有棱有角的。
可是当你要开始希望能够看到潜水艇外的景物，看到潜水艇外的景物有2种方法，一种呢是直接打开玻璃窗来看，另外一个呢是用摄像头镜头来看。镜头来看比较简单，因为你只要牵一条线就好了。那镜头在外面，它基本上内外舱压是一样，所以它就没有事。所以呢，这个比较简单。可是我相信，越到后来，富豪越不希望他到下面只是去看电视。他就是希望能够去看到外面，直接肉眼看到，这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对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所设计的那个舱呢，事实上就有3个圆形的孔。所以它用到的材质呢，是一种叫做丙烯酸的一种特殊的材质。那这种材质会比一般的这种亚克力还要更强固一些。它最大的容忍，甚至可以容忍高达7公分的一个变形的程度。不过更可怕的是，现在有一个说法，说什么日本正以每年6到8公分的速度滑向马里亚纳海沟吗？日本沉没真的会发生吗？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哦，请别走开。日本因为处在环太平洋火环带当中呢，所以天灾特别多，这也促使了日本有很多的创作都跟天灾有关。比如说1973年这本非常有名的经典小说叫做《日本沉没》，它是小松左京所写的，结果就非常受到欢迎，甚至有5次都改编成影视作品啊。其中当然包括了有电影啦、有电视剧之外，还有动画、漫画等等啊。那么另外有关于日本沉没之说哈，在2018年的时候真的是甚嚣尘上，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有人说马里亚纳海沟发出了声音哈，而且呢说日本是不是正在滑向马里亚纳海沟呢？我们刚才已经讲到马里亚纳海沟的位置，它距离日本是相当接近的，只有200公里哈。那么距离台湾稍微远一点，南端大概是2500公里。但是问题是，它是全地球里面运动最剧烈的地方之一，而且周遭很多都是火山岛。我们来请教一下老师哈，这种所谓的日本每一年正以6到8公分滑向马里亚，是真的吗？那我这边手就比一下好了啦，就是说我今天呢，这是太平洋的这个板块啊，那这日本在这里，那在日本呢，这个板块不断的这个下潜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的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是一个跑步机的履带啊，就会被不断的被挤下去啊。那这挤下去的过程呢，其实就讲的日本事实上会被卷进去，卷到这个地寒就地底下去，所以这个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对，只是它不会跑到马里亚纳那么远，它会它自己周围那些海沟就直接先卷进去了。我们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这个日本被卷进去。其实台湾附近也有马尼拉海沟也是类似的，也是一直在卷。对，只是这卷动呢，一般来讲，太平洋周围的这些海沟，它的每年这个移动的速度，就这样卷的速度，一年大概6公分到7公分左右。所以你就慢慢等了6公分、7公分，是要活久一点。那这些海啸什么，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有的时候，尤其是很久远以前的事情，这个时候哈，要研究一下历史资料，就如同老师刚刚有告诉我们的，我们有时候也要去研究一下像之前发生的基隆大海啸等等啊。另外有一个方式就是观察到底有没有海啸石，对不对？好，比如说这张照片就是东日本大地震的海啸石，哦，好大一个哦。那么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听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啸石吗？那么这是在日本宫古岛的下地岛这个地方哈。那么请问老师，怎么样来分辨这块石头到底是不是海啸石？因为我们看起来，它就是石头啊。好，海啸呢，通常我们说犯案的现场都会有一些犯案的证据。如果海啸来的事件呢，往往会有2种证据会留存，一个就是海啸所夹带的大量的泥沙。所以海啸退了以后，泥沙就沉下来。OK。然后之后，如果它运气好，没有被雨水给冲掉的话，那它就很有可能会不断的被保存下来。是。那这种通常在洞穴里面会有机会看到。那另外一种呢，在户外就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海啸石，就是它海啸被这个石头呢被海啸带起来。可这里呢，我们讲石头其实比较不精确，因为我们大部分碰到的情况呢都是珊瑚礁。也就是珊瑚礁呢，会一般在海里面长的就是一坨一坨像馒头一样。对，有些呢会比较稍微高耸一点。
那这些高耸的一点呢，就刚刚看到的这个海啸的威力，它是整个海水一起被带动，所以一起被带动的过程呢，这些大型的珊瑚礁就很有可能会被打断。OK， 那打断了以后呢，这珊瑚礁就会因为海啸，因为它本身的就密度没有很高，所以它就可能会跟着海啸一起飘到岸上。那飘到岸上之后呢，大部分的情况很有可能是海啸退的时候，它就一起滚回来。这就跟各位在海边的时候，这个潮来潮往啊，看到这个拖鞋，对，你拖鞋被冲走了，它还是再走回来，对，那就这样子跑来跑去的。是。那如果说运气好，这颗就正好停下来，就停在那里的话，那它就有可能会被保存下来。那这种样子的石头呢，一般来讲。因为会把海里面的东西打上来的，事实上除了海啸之外，还有台风的巨浪。OK， 那海啸的一般的高度，比方说像日本的当时3.1的海啸，它大概深度海啸来的高度呢，大概是10公分到20公分，甚至有些到30，最高纪录到39。那这样子的情况是，它海啸比较像把这石头抱起来。然后抱到比较深的地方，那把它放下来。那这时候抱多深呢？在日本的那一次的事件当中，它的海水入侵到陆地的范围大约是500公尺到2公里左右。哇 ，OK， 影响这么深远。对，而且那能够抱起来的这种被海啸带起来的石头都很大颗。OK， 所以呢，我们要来判断这颗石头到底是海啸或者是台风。其实有几个简单的标准。海啸的石头呢，通常可以搬得比较远。而且它因为搬了以后，它是放下来的，所以它石头可以保存比较完整的形状。那如果是台风打上来的这种浪呢，它会把这个石头抬得很高，20-30公尺。那因为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台风的浪，它的波长很短，所以它抬不久就放手了。一放手，这石头就会掉下来，通常就碎的很多。懂了。所以呢，比较单独的一颗，通常就会是比较有机会，比较是海啸石。如果说是碎成一点点，那就比较是风浪所造成。不过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宫古岛的这一颗，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啸石哈。那么听说宫古岛上还有一个传说哈，非常有趣，说是海神派海啸去救人鱼，请马老师来告诉我们。那在以前科学不发达的年代，当然就会产生很多为什么会发生海啸？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其实就是上帝为了要惩罚人类。当然，在刚刚提到的宫古岛这个地方，也有当地一个传说，因为宫古岛一个旧志当中就有提到这个故事。其实呢，有一个渔夫他捕到一条人鱼啊，人鱼呢，他要把它烤来吃。可是呢，后来因为什么心生怜悯之情，就把这个人鱼放走。放走之前呢，人鱼就告诉他，某年某月哪一天呢？这个地方会发生海啸，那一天你就赶快带着家人到高处地方去避难。果不其然，他半信半疑的状况之下，就带家人去避难。避难过程发现海啸真的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叙事结构，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诺亚方舟的故事其实是雷同的。好，那在这个过程，我们当然呢这是神话传说，可是你看到1771年的时候，当年呢在八重山群岛，也就是整个琉球群岛，因为不管宫古岛、八重山，其实都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确实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海啸，所以在宫古岛旧志当中就有提到这样子一个说法啊。当然这是从神话学的一个角度来看，可是也增添我们对于很多海啸的这样子一个想象空间。好，我们稍后还要揭秘，就是说有一个最神秘的海底古城亚特兰提斯哈，是传说当中一个高度的这个文明国家，但是呢，据说在12000年前却一夕之间就不见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马上回来继续探险。The mysterious island. Wow. I can't believe it. It's the lost city of Atlantis. 好莱坞电影里失落的亚特兰提斯到底在哪里？至今世人还找不到。Atlantis. We're standing in the lost city of Atlantis. But wasn't Atlantis supposed to be underwater? 传说亚特兰提斯位于大西洋的某个地方，12000年前，它在一夜之间沉入海底，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如今，瑞典学者在波罗的海海底找到一批古文物，年代追溯到9000年前。We now have interpreted this as an old lagoon environment around 9,000 years ago, where Mesolithic humans lived during parts of the year. The findings we made, the spectacular ones, are these fish traps. They are made of braided hazel rods, and we have found 8 of them, and they are around 9,000 to 8,500 years old. 潜水人员同时也发现了这把钉字斧，上面还刻有字，只是代表什么意义不得而知。这一处海底遗迹距离波罗的海瑞典南部 Havant 水域3公里远，水下20公尺深，曾经是古人居住地，如今已成水下世界。Some of the relics are so well preserved. Reports have dubbed the find Sweden's Atlantis and suggested the settlement may have been swallowed whole by the sea in the same way as the mythical island in the Atlantic Ocean. 瑞典外海沉没的海底遗迹，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大西洋的神秘古城亚特兰提斯。The lost city of Atlantis was said to be the world's first advanced civilization. A powerful, rich kingdom. Most people think of Atlantis as a very highly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civilization that might have had space travel, submarines. Legend says 12,000 years ago, it disappeared suddenly in a single day and night. Today, the search is on to answer these age-old questions. On the Greek island of Santorini, also known as Thera, archaeologists have uncovered signs of an ancient city. It bears an uncanny resemblance to Plato's description of Atlantis. Even on the north coast of Turkey, old ruins have hinted at the existence of Atlantis. And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Caribbean, scientists try to coax secrets from massive, strange underwater stones. 传说中消失的古文明到底在哪里？找了千百年，还是没有任何确切证据。有人说它被大洪水淹没，也有人归咎火山爆发和地震导致它沉没。失落的亚特兰提斯其实是人类文明兴衰的缩影。天神因为人类迷失方向，降下毁灭性灾难，一夕间天地变色，也算得上是警示故事。好，亚特兰提斯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过呢？近期倒是有个新闻啊，说科学家呢在夏威夷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海洋保护区里面，本来是在做海底火山的调查，但意外的发现，怎么海底会有一条黄砖路呢？于是就连科学家都不禁怀疑说，这有没有可能就是当年通往亚特兰提斯的道路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马老师，是不是先跟我们解释一下亚特兰提斯之谜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从希腊神话角度来看，亚特兰提斯是谁建的？其实就是海神波塞冬。好，当然这是神话的角度，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凡事要讲求证据嘛。好，各位知道希腊著名的哲人叫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当中，其实就有提到，哇，这个国家或是这个王国曾经出现在1万年前，是非常高度文明发展的一个社会。好，当然呢，现在很多没有办法找到真正亚特兰提斯在哪里，而大部分都认为亚特兰提斯其实在大西洋中间的一个大岛。好，可是呢，在地中海，像我去希腊，好，那边有圣托里尼岛，也有人说那是以前亚特兰提斯，因为呢，各位去圣托里尼岛看到它其实原本是一个圆形，现在变成一个新月形。那为什么会形成？因为它是火山爆发，所以也有人说亚特兰提斯这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后来是因为火山甚至引发一连串的这种所谓的天灾，造成这个高度文明的消失。而这个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都还让大家津津乐道，不管在很多影视作品，甚至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提到动漫《哆啦 A 梦》，好，里面就有以亚特兰提斯大雄去寻找海中的鬼岩城，其实就是以亚特兰提斯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做创作的。这真的很有意思哈！我们之后节目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好好来深究一下。不过也有人说，亚特兰提斯其实为什么会一夕之间就不见了，就是因为海啸的关系。好，节目最后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还是来教导观众朋友一些有用的资讯哦，就是万一真的碰到海啸的时候，要如何逃生啦？这是泛科学网站他们做了一个影片里头提醒了，他说弄了一个口诀，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叫往高处、往内陆找坚固、抓牢固。请问老师是否正确？
基本上很正确，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有点太复杂了啊。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台湾，我说台湾的这个海啸，台湾海啸呢，基本上来的时候只有一个要诀，到屋顶就对了。到屋顶就对了。好，那我们算过，在台湾的海啸来到侵袭之后呢，大约会在3公尺到5公尺之间。那以台湾的房子，我们也跟台大合作过，算过这台湾的房子是可以在某种程度是不太像日本会马上倒的。那所以说，如果说台湾海啸，在台湾你海啸来了，请你不要去外面，因为会塞车，然后会出车祸，然后这个走了半天也找不到山，因为在海边，所以最简单方法就是垂直避难到你的屋顶去啊。那如果说有人问说，那如果房子倒塌的话呢？那就救命了。如果房子都会倒塌，你开车是大概没有用。没错，所以基本上就只要记一个到屋顶就对。至少还可以抓住一线生机，对不对？好，这个很有用的资讯哦，请大家一定要牢牢记得。那么今天也非常谢谢2位老师来到7观点，告诉我们这么多有关于海啸的一些知识哈。同时呢，也谢谢您加入7观点，我是庄开文，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你好，我是庄开文，欢迎收看 T 观点。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在哪里呢？对于山岳的爱好者而言，肯定会说，当然是世界7大洲顶峰之首圣母峰，海拔超过8848公尺，是世界第1高峰。2023年是人类登顶圣母峰70周年，今天我们就要带您一起登峰造极。对于一般没有受过专业登山训练的人来说，有没有可能近距离的欣赏到世界第1高峰呢？有旅行社就推出了圣母峰基地营之旅，是从世界最危险的机场卢卡拉出发，在群山环绕之下，由南向北穿越世界文化遗产萨加马塔国家公园，徒步欣赏壮丽的河谷以及千年冰河奇景，最后到达海拔5300多公尺的基地营，感受圣母峰矗立在眼前的震撼。至于7大顶峰呢，最容易登顶的又是哪一座呢？答案是非洲乌吉吉利马扎罗山，也因此每年可以吸引大约35000人前往挑战。有一位86岁的阿嬷就成功登顶了，打破世界纪录。您会不会也跃跃欲试呢？我们今天将会深入这些名峰背后的珍奇故事。好，首先就来看，为了庆祝人类登顶圣母峰70周年，尼泊尔特别举办了盛大活动。数千人敲锣打鼓走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街头，庆祝70年前这一天，人类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圣母峰。圣母峰是喜马拉雅山脉主峰，海拔8849公尺。1953年5月29号，纽西兰人登山家希拉瑞和雪巴人向导丹增诺盖首度登顶征服，两人下山后立刻受到英雄式欢迎。70周年前夕，53岁的雪巴人瑞塔同样受到亲友盛大欢迎，因为他第28度登上圣母峰，刷新登顶次数纪录。瑞塔破纪录的第28度登顶，是他1周内第2次登上山顶。英国登山家库尔上周则17度攻顶，是登上圣母峰最多次的外国人。Get it done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Summit number 15, and check out the view. Pretty cool, huh? Time to get down now. 来自尼泊尔的马加尔，当年加入英军的库尔克部队，在阿富汗战场失去双腿，19号攀上圣母峰之巅，成为首位成功登顶的双腿膝上截肢者。圣母峰是尼泊尔最受欢迎的观光地之一，吸引世界各地的登山好手。今年3到5月的登山季，尼泊尔破纪录发出478张许可，数百人成功登顶，但也有10多人魂断圣母峰，另外还有3名登山客失踪。
世界14座最高峰有8座在尼泊尔，包括圣母峰，让登山成了资金短缺的尼泊尔主要的就业和收入来源。登山每年为尼泊尔400亿美元经济贡献超过4%。今年登山季入山许可就收了580万美元，光圣母峰就有500万。当地估计50万人从事观光业，但许多人仍处于经济弱势。许多知名的雪巴人向导为寻得更好的机会，纷纷离开尼泊尔，大部分去了美国。不止向导人数减少，圣母峰状况也不断恶化。过去30年，圣母峰的冰川已失掉2000年的冰，暖化代表跨越冰雪的登山客，现在必须穿越裸露的岩石，攻顶恐怕将更加困难。圣母峰又叫做珠穆朗玛峰，在藏语当中的意思呢是女神，还有世界之母的意思。那么尼泊尔语呢，则是称之为萨迦玛塔峰。萨迦玛塔的意思呢，同样也是天空女神的意思喽。那么不管你怎么称呼它，都显示当地人对于世界第一高峰在心目中的地位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基本资料，全年平均温度是零下29度，也因此呢，很多人说，除了南北极之外呢，圣母峰是世界的第3极。另外呢，人类从1921年就开始不断的挑战圣母峰，但直到1953年的时候，人类才首次攻顶哦。这70年来发生了哪些让人惊奇而且觉得不可思议的故事？今天请到2位专家，第一位来介绍是福尔摩沙登山学校创办人江秀珍，江老师你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江老师的资历我们好好来介绍一下哈，包括了全球第1位完成登顶世界7大峰的女登山家。第2个呢，就是台湾首位登顶圣母峰的女性，这段特殊的经历，等一下好好跟我们来分享。再来介绍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资深世界遗产导游尹俊尹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老师来了，当然会跟我们讲。登山是一部分，但是文化的层面我们也要来关照一下咯。好，我们首先来看哈，其实今年3到5月是算登山季哈，但是呢，很不幸的是有10多人魂断圣母峰，虽然有数百人是登顶成功的啦哈，但是挑战高峰除了勇气之外，其实说起来还是要有一些运气的，对不对？您在登顶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曾经历经过了生死交关的一刻，对不对？是。那是在哪一个在南美阿根廷的阿空加瓜峰。哦，就是阿根廷阿空加瓜。是。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听说你一个人困在5500公尺的高山上，而且2天2夜的时间，怎么回事？因为天气很不好。那后来我们就一个下去，队员要下去拿这个装备，这个食物燃料。那我就在上面等，因为他说隔天早上就要上来。没想到下山之后就开始狂风暴雪。所以他也上不来。对，我也下不去了。虽然不会很远。那时候是怎么办呢？有食物吗？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海外攀登者，通常都有独处训练的这个经验。对，所以要怎么样去做这个规划？像333是一个很重要的口诀。3小时之内不能超过3小时的失温。因为天气冷嘛，容易失温。那3天不能不喝水。那在3周不能不吃东西，是对，所以这333要把它保护好。所以我们就会把帐篷压好啦，然后保暖啦，自己要先保护好自己活下去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那时候不会怕吗？其实害怕只是短暂的，因为你知道暴风雪来了，你害怕也没有用，是，所以你就是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OK， 所以其实你们都有很多专业的训练，让你们知道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应变真的是很专业。我们都不太知道，只知道说都很美，每一座山都很美，但是都不知道它的难度。好，那么当然呢，您在企业的赞助之下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挑战这世界7大顶峰，对不对？当时花了总共3年半的时间。3年半的时间。总共花了3年半的时间，当然也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画面。我们先来看一下，马上继续聊。
2009年5月19号早上10点4分，我们终于要登顶圣母峰了。你们听得到吗？好，时隔多年再看到这样的画面，会不会还是很激动啊？当然，那个真的是永生难忘。是，可不可以形容一下那时候的感觉？其实攀登珠穆朗玛峰是最后一座，7大洲最后一座了。是，所以3年半的时间到那边。因为我1995年有登过第一次珠穆朗玛峰，是从北侧，从西藏这一面。是。那2009年是从尼泊尔这一侧。那从有一点点就是第一次攀登是带着那种算是战战兢兢的，因为前辈上去的前辈不多嘛，然后他只能分享，就说哦，你要赶快下来哦，你要怎样，所以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年轻嘛，比较不会控制体能，所以稍微有一些状况是，但是已经完成了。那第二次2009年去攀登就不一样了，你有足够的自信那你也在整个过程呢非常的享受，对，爬山如果爬到可以享受的话，我觉得是已经极致了。对。登顶的时候会不会很想哭啊？可是那么冷，大概眼泪也掉不出来。其实我觉得登顶的过程是很感动。最主要感动的是，我觉得是团队的一种合作精神。是，刚刚老师一直在讲到什么北侧、南侧，我们稍微帮观众朋友整理一下。其实要登圣母峰，现在有2种路线，对不对？一个所谓的北侧就是从西藏这边上去，对不对？对。那另外一个的是从南侧，就是从尼泊尔上去。那请问一下，这2条路线难易度有差吗？然后看到的美景有差吗？其实我们从北坡开始讲哈，就是西藏这一面交通很发达，很方便，那个卡车可以直接到基地营。基地营我们称为大本营，是你要登山之前都是在这里做高度适应。可是开到基地营这跟我们台湾现在目前很相像的，就是合欢山。我油门一踩就到合欢山顶，是啊，很容易高山症。它的路线是比南坡远，安全上面是北坡稍微比较安全。OK， 可是路途远的话，对8000公尺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较不利。是，那南坡的部分是你要从卢卡拉。就是小飞机飞到这个，我们现在就丹希拉瑞机场，这个部分呢，3000公尺开始走到基地营，我觉得主持人适合这条，而且很漂亮啊，它这个整个这个喜马拉雅山是穿梭在里头。而不是像北坡这样开着直接就开到。所以像我们不是真正去登山，只是去拍照的人，就适合这种的。是。所以从这边的话呢，因为它踩的是比较短的路线，所以它相对非常多的雪崩。所以历年来雪崩死亡人数非常高。刚刚姜老师，我们一直说已经创了很多的记录，尤其在女性，常常都是什么山女性第一人，什么山女性第一人，对不对？好，但是真正全世界人类第一个登上圣母峰的是谁呢？就是这2位哈。那这2位是在1953年，所以到现在算一算已经70周年了，对不对？一个呢是纽西兰人，一个是雪巴人哈。那么这段故事，我们马上请俊老师来帮我们做介绍。好，这个故事呢就要回到这位希拉里身上啊。现在把他称为爵士，因为他在1953年创的记录嘛。当我们去研读这段历史，会发现从小教育很有关。希拉里16岁的时候呢，学校就带着他去爬东加里奥国家公园。那纽西兰其实也是一个多山的国家。16岁他在北岛，27岁他去南岛就爬了南岛最高峰库克山3700米。那时候他才27岁。那后来就参加世界大战嘛，世界大战他受伤了，然后休养好身体之后呢，他也是要去尼泊尔练习登山。那我们还是得讲那句话，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刚好英国的探险队有人因为生病退出，就邀请他，所以他才去参加这样的队伍。而他的这个伙伴丹增呢，在之前1953年之前20年，也曾经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上山6次，也都无功而返，而且每次都是达到咫尺之间。那其实最后登顶的时候呢，根据资料，希拉里的队友其实是英国的探险队，就像姜老师一样，不是一个人。他前面的队友是只差100米就能上了，但是因为氧气罩出了问题，所以领队就再让希拉里再往上继续攻顶。最终攻顶成功是在5月29号上午11点半，2个人上去就待了15分钟，是拍个照，而且更妙的是希拉里帮丹增拍照，是希拉里帮丹增拍照，所以现在留下的那一张，后来他们团队有讲，因为到底谁第一个登上世界高峰，这是人类历史，所以领队跟这2位他们3个人有个秘密会议，不对外公布谁第一个踏上去，因为当他们下山的时候。印度、英国、纽西兰，世界各国媒体都在抢谁是第一个，不用了，就是我们英国的探险队，我们就是一起啊，这真的是团队精神，对，都是团队。所以当他们创下这个世界纪录之后呢，他们并没有就此离开，就各自成立基金会，去帮助在当地这些尼泊尔的人，因为当地的生活条件环境并不是很好，所以教育、医疗，所以这些对大家来讲，当然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对象，就是你要做好很多的准备。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希拉里这个人，结果后来呢，最高的那块岩石，对不对？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圣母峰最高的那块岩石，好像就取名叫希拉里台阶，对不对？好，它高有12公尺哈，而且是登顶的最后一关。听说在2015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尼泊尔有大地震，所以好像也造成了一些影响，对不对？据说是我听学霸讲的，是说变得更好走，对，反而更好走。对，他说康庄大道。哦，所以才会导致2015年过后这个一大堆人塞车，对，他没有经验，没有什么6500公尺以上的经验，是通通去了，因为好走的路嘛，对，就会塞车。好，有关塞车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哈，说到底为什么塞车。好，不过这个希拉里台阶这件事情，其实就让希拉里可以说是名垂千古了，是对。但是如果没有雪巴人丹增的话，希拉里其实没有办法登顶的啊，每一个。登顶这个圣母峰的人都要感谢雪巴人，应该可以这样讲，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雪巴人这么厉害哦，可以保护大家，一路护送大家登顶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则报道。We Sherpa people have a great respect for the mountain. She is the mother god of the earth. Over here, we climb mountains, but it's a holy place. Western people approach it as a physical challenge.当向导、当挑夫，在沉重的装备物资全部往自己的身上扛，在险峻恶劣的环境中，带着玩命登山客跨越重重关卡。Sherpas are the hardest men in these altitudes. While you are going to climb with some difficulties, they hike without any problems and heavy bags on their backs. Human beings simply aren't built to function at the cruising altitude of a 747.Our bodies will be literally dying. 面对稀薄氧气，雄心壮志的探险玩家们脚步越来越沉重，头脑随时准备关机。唯独这些身材不特别高大、体型不特别健壮的雪巴人，走起路来依然脸不红、气不喘。雪巴人就像高山雪地里的超人，身体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带队前往喜马拉雅山，在3种不同环境中进行研究观察。We've seen that the Sherpa people and other related groups in Tibet have lower red blood cell counts than Europeans or other lowland people, which means they have less oxygen in their blood at altitude than we do. So it seems that it's not simply a case of how much oxygen you have, but how you use it.氧气多少都不是问题，因为雪巴人的身体就像一部节能汽车，不需要太多燃料就能继续前进。We suspected that the Sherpa's cells were somehow wired to make better use of what little oxygen was available to them. As expected, we found the Sherpa's mitochondria much more efficient at using oxygen. 研究发现，雪巴人的粒线体能有效运用氧气制造3磷酸腺苷，提供身体所需要的动能。不论在平地或是圣母峰基地营，数值都没有太大改变。Most strikingly,
As the lowlander subjects spent more time at base camp, energy levels in their muscles declined. 反观雪巴人在基地营待上2个月，体内还会产生更多磷酸肌酸，让肌肉储存更多能量。Sherpas have evolved to become superhuman mountaineers, renowned for their prowess as climbers on the highest Himalayan peaks. 这个常年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民族，得天独厚的适应能力和超人般的体质都是与生俱来，也是这样的特质让他们成为登山客在圣母峰上最坚强的后盾。如同刚刚报道中所看到的哈，很多人认为雪巴人担任的是全世界最困难的工作，对不对哈？好，当然老师您跟雪巴人有很多的接触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他们到底有哪些与生俱来的神力哦，让他们能够担负这个全世界最危险的工作？还有听说很多的雪巴人认为说，攀登他们心目中的圣山，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疑虑的，包括哪些呢？因为他们出生的海拔比较高，嘿，而且早期是从这个藏区这边过来的嘛，对，所以生活上面的环境造就他们。在4000公尺出生，所以他们爬8000公尺就只要走4000公尺的高度。那我们海平面的出生的就是要走就是扎扎实实的8000。对对，就是必须要去做这样的高度适应。那再加上就是1953年之后呢，这个英国的这个探险队造就了他们后面的很多的这个跟登山有关的工作，所以他们在力气啦，在这个他们的这种刻苦耐劳，不管现在全球其实有很多不是只有爬圣母峰，比如说到巴基斯坦，去爬这个克拉昆仑山的 K2 峰，他们也宁可找雪巴人来带他们如果去爬圣母峰，早期算是亵渎圣母峰。因为圣母峰是一个圣山，对他们来讲，对，所以他们都是含着泪去爬的，去赚钱的。对，那后来也就变成就是已经不得不了所以变成一种朝圣了。没关系，我就是把该做的这些诵经啦、法会啦，尽量就是这个方式去面对圣母峰这样子，对，在他们心中的信仰上面，可能会觉得说，其实对圣山是一种侵犯啊。那么也因此哈，其实每一年的登山真的也会有蛮多的死亡，对不对哈？有一些不幸的事情，比如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每年的登山死亡人数，说是平均5到10年，但是今年听说特别多，到今年6月为止，已经有超过17人不幸死亡，已经是打平这个2014年的记录了，但是问题是今年只有上半年而已，对不对？那很怕说后半段会不会还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哦？那么因此呢，在登顶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就是要汲取一些教训，对不对？而且听说沿路就会有一些特殊的地标哈，像我们看到有一些什么绿鞋子啦、睡美人，请问这分别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尹君老师。这个绿靴子，这个帕卓实际上是1996年那一次最重大的喜马拉雅事件了，那也拍成电影了。2015年拍电影，那他是印藏边防警察，他也热爱登山，因为他本身就在印度跟西藏之间的边防警察。那他这个登山队伍呢是只有6个人，从北侧的地方要登山。那他有很多因缘巧合，让他造就这一次不幸事件，因为早上应该预定凌晨3点半就要上攻顶，要出发，那拖了8点才走。到最后呢，实际上他印度的领队一直呼叫他们要下山，但是当你人到了那个地方，可能姜老师更有感触，我就要上去。帕卓留下最后一句说，他这句话讲说，请允许我们上去，就没有消息了。那后来的隔天的队伍有看到穿着这样的一个服装，红色的衣服，然后蓝色的长裤跟荧光色的靴子就留在那里。那当然这就造就很不幸的事件，因为那次不是只有他，还包含美国，包含纽西兰，同一天还包含台湾的登山队也在上面。那等一下姜老师可以再补充了。所以当登山者看到他的时候，实际上他离登顶大概只有距离应该是200米左右了，就变成是一个指标，所以一般把它叫做绿靴子，就提示大家，基本上大家后来的登山者会把它当成一个参考指标，我已经快到了。那最后一个是我们讲很特别的，是最古老的，其实就在希拉里，他1953年攻顶之前的1924年，其实我们现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一位呢，他叫马洛里跟欧文，有2位，他也是一样英国人。
对，英国其实跟这个地理界环境渊源很深了。那马瑞他们登顶之后，据说登顶，因为现在还是个谜。那之后失踪了嘛？失踪之后一直到1999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探险队这个 BBC 赞助的，在那一次这个非常温暖的气候里面，发现到马洛里的这个遗骸了，但是没有找到洛里，所以最终到底他们有没有登顶？听说现在还在找那台柯达相机，必须要有相机做证明。对。但是这些都是我们所有的前辈了遗留下来的这些所有的经验，去让后进者能够不断的去学取经验，能够向世界高峰再去攀登。都是一些很悲伤但是值得警惕的故事哈。稍后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姜老师，您心中应该也有很多类似的，真的是蛮血泪的一些故事哈，来跟我们分享。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山难，其实是有交战守则的哦。到底该怎么做比较好呢？马上回来继续聊，请别走开。圣母峰的登顶史其实也是一个血泪史啦，哈。不过圣母峰也不是真的完全难以亲近，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尹娟老师来告诉我们啊。刚刚姜老师有建议我啊，像我这种大咖可以参加的团，可是这个团也是高价旅行团呢，听说要平均10到20万吗？但到底怎么走了？听说第一站开始，这个卢卡拉就是全世界最危险的机场啊。是这个，当然像刚刚姜老师讲说，我们这一类的应该基本上可以参加这健行团。我们现在一般把它叫 EBC。其实台湾从上市贵公司的旅行业者到基本登山都有在办这一条，非常热门的。那就是从这个飞机飞到加德满都之后，坐小飞机到现在讲这卢卡拉，它高海拔2800，可是跑道长度看得到只有524公尺，一边悬崖一边山，你就是只有一次机会降落。那它又是气候变化多、强风、浓雾，所以风险很高。所以现在如果一般人就是说，你觉得我们想去挑战一下，那从这2800你才是起点。这2800你飞到这边起点，到卢卡拉之后呢，开始一路慢慢往上走到蒙九，然后到南奇巴扎，这个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应该讲补充站，有商店、网吧、药店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再一路往上走，其实基本上你看到的是藏族的风情，转经轮、佛塔、石造的房舍，所以它有干净的山屋。那对一般人来讲，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就像刚刚姜老师提的，就是喜马拉雅山它那个美丽的山景。那你也是逐步的再去调试你的高山症的状况，慢慢走，慢慢走。那你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唐瑟古峰、黄金的金拱门一样，还有阿达玛布朗峰啊，当地人把它叫这个名字，像是母亲张开双手臂，冰川从上面流下来，然后你看到这样美丽的美景，最终达到基地营。基地营的高度已经是到5600多米了。那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般健行者的终点，你可以看到那个珠穆朗玛峰在你的面前，然后呢可以看到冰河，世界最高的昆布冰河在那个地方，从7000多公尺的山一直下来到4000多公尺，你可以看到。不过这种基地营之旅的话，健行活动哈，应该不用什么特殊装备吧？就是准备好适应高山症，这样就够了吗？对，体能啊。那真正想要攻顶的人，可能就会需要有一些特殊装备了。像老师您这么专业的话，您今天也帮我们带来一些特殊的装备，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呢在这个高海拔呢用的炉子跟平地的不一样。好像这个炉子是高山炉，是。那你在高海拔要融雪。所以冰雪要放进去，但你里面一定要先放一点点水哦。你如果把冰跟雪直接放下去烧，会烧焦。对，所以是先用一点水当引引媒介就对了。然后再冰雪弄下去之后，这个特殊的炉头是，它底下的设计，看对，它是极热的极热，不会把热散掉，所以它放上去之后刚刚好。对。然后盖起来烧，然后烧水，大概12分钟就可以烧开了。从冰雪极海拔、高海拔在6500以上，6500以上，12分钟就可以了。对。听说您还有个秘密武器，其实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东西越来越发达，对于登山者来讲，这是轻薄短小很重要嘛，对不对？才不用背一大堆的重装备，对不对？是。听说你的秘密武器，我们轻量化的炉头，掌中型的炉头，对，非常非常的小，那它是登顶用的，登顶用的。可以
可以哦，它是喷射炉哦，台湾做的嘞。哦，台湾做的，所以也是台湾之光呢。对对，真的很厉害哈。不过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登顶的部分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位尼泊尔的登山家，他也创下了一个不可能的记录。等一下，请姜老师来评论一下这个记录，刚姆厉害哈，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呢？7个月他征服全球14个8000公尺的高峰，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啦哈。那 Netflix 也拍了纪录片，我们来分享一下这其中的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居然圣母峰上面也会塞车，这又是怎么回事？其实当时风靡全球的这一张照片，听说就是他拍的。好，我们来看看这段历程。I wasn't planning on just climbing Everest. I wanted to climb Everest, Lhotse, and Makalu, the world's first, fourth, and fifth highest mountains within 48 hours. No one has ever done that before. We overtook 95% of the people on the way up. We summited quite early in the morning, around 5:30. On the summit, your soul becomes part of the mountain. It makes you feel alive. Spring 2019 Everest was a perfect storm. There was a weather window, but only for May 22nd and May 23rd. So you've got 400 climbers plus another 400 Sherpas all planning their summit attempts in this 2-day weather window. The queue was so intense. People were fighting who needs to have the priority over going up or going down. We started to descend down. I looked back and took a picture. I posted the photo online. It went viral around the world. On the way to the top of the world. Stau am Mount Everest. Look at this, 300 climbers queuing to make the summit. Une file indienne sur le toit du monde. The astonishing photo was taken by Moon's project. Hundreds of climbers. Things just went absolutely crazy. Everest. But I was so focused. Bring it on. In the death zone, I come alive. Yeah, brother. No messing around. Everest, Lhotse, and Makalu in 48 hours. The new world record. It's been epic. I know many people didn't believe me when I started, but I'm here right on top of Makalu, and it ends the first phase of Project Possible. 好，不要说7个月要挑战14座8000公尺高峰哈，光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一段哈，其中记录的历程是48小时征服圣母峰、洛子峰、马卡鲁峰，真的疯了吗，老师？
对我们来讲是真的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对。它的困难点会是在哪里？最主要是天气，当然能配合，还有体能。那他本身是，我觉得他本身是这个特种部队。我曾经有跟小朋友演讲哈，我说要去圣母峰的有2种人，一种就是短期内你要登圣母峰的一种就是特种部队。因为特种部队的心智的训练跟体能的训练是最着重的。当然现在是可以透过科技，我们刚刚说的装备啦。然后这些资讯啦，甚至呢，这个协作员他的这种能力，你把最强的协作员带来，对，这个都可以加速你登顶的这个速度。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们刚刚也在讲就是说人类在挑战圣母峰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近在咫尺了，可是真的必须要放弃的时候就要放弃，不然就会有一些悲剧出现，对不对？老师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在2011年的时候去挑战一个就是巴基斯坦在克拉昆仑山全程无氧攀登。其实虽然无氧，但是我适应的非常好。我到7300都还能唱歌。对，那到7500的时候，因为我鞋子其实真的是坏了、旧了但是这原因太多了但是就是遇到了。鞋子已经氧化了、坏了，那你怎么办？那你要评估一下，从以前到现在你爬山的这种经历，你为的是什么？对。那当然，你评估之下呢，我自己的评估，如果你继续往上走，因为鞋子坏了，一定会冰雪甚至融化，冷的就会冻伤，脚会冻伤。那脚冻伤就是容易失温。对，也要截肢。那你如果遇到就是自己已经撑不下去，可能失温了。失温我们刚刚说了，超过怎么样呢？超过3小时就会拜拜了。对，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我选择下撤。所以登山活动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心智的挑战，对不对？对，包括你要当下的做出一些决断，好，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是的，好，不过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想要勇闯最高峰啊，对不对？所以坊间其实很多人就会去参加这种登山团呐，但是呢，听说价格落差也非常大，好。那我们请尹俊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大概什么样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啊？就像刚主持人您也提到，2015年又是一个转折点，就是那个大地震之后，那个希拉里台阶不见了，从垂直的12米的那个高度变成是一个缓坡，所以之后就是开始有这种大量的廉价做生意嘛。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对因为他赚钱，所以这个等于是先吸引了大量那些在全球登山社里面想去攀登这样的高峰的人，他先把价格压下来。但像刚刚我们电视上看到的、屏幕上看到这些价格，它其实都是你必须去支付的，因为你聘的这些雪攀人雪攀人他也要他自己的装备设备然后有不同的挑夫，还有初级向导跟这个资深的向导，他的费用又不一样，所以。简单讲，低价是不是值得你去玩命的？对，这个很重要。没错，没错。我们在讲说圣母峰可能看起来实在高不可攀。有人就说，好吧，那世界比较顶级的这些山峰，有没有一些比较走亲民路线的，让我比较好攀爬，我比较能够攻顶的呢？哎，真的有哦，答案在非洲可以找得到。到底是哪里呢？马上回来。有人可能会觉得，哇，世界第一高峰我可能没办法，那不妨试试看非洲的吉利马扎罗山吧。怎么说呢？因为有披萨的外送员，使命必达人家送餐送到山顶上呢。还有一位86岁的阿嬷，她也能够登顶成功，是不是给我们十足信心呢？先看报道。穿着蓝色外套的老太太跟着登山队员在山顶翩翩起舞。这位阿嬷级的登山客最近破纪录，以86岁高龄成功登上非洲最高峰吉利马扎罗山。It was extremely hard. On the first day, we went through a forest. On the second day, my ears started ringing, and on the third day, it became almost unbearable. And when I tried to speak, my ears hurt, so for the entire week, I just whispered. 挑战的过程相当艰辛，一下大晴天，一下下雨，还要克服接近6000公尺的高海拔。但这位史上最强阿嬷一点也不怕苦，靠意志力登顶成功，打破金氏世界纪录。When people ask how I managed to finish the climb, I tell them there was no way I could have stopped.
I believe if you start something, you have to finish it. 阿嬷的丈夫过世后，有段时间情绪低落，15年来都没出国旅游。直到她的女儿带她去非洲后，她才又重拾以前要走遍世界各地的梦想。未来她还要继续旅行，挑战不可能。荒郊野外竟然有人背着外送披萨的保温袋爬得气喘吁吁。你没看错，真的是来送披萨的，而且目的地是非洲第一高山吉利马扎罗山的最顶端。Welcome to Megahad, 3,100 meters. 难道说不管多高多远都保证要把披萨送到家吗？当然不是。原来这是披萨连锁店为了庆祝进军100个国家想出的大挑战。由于这100国就刚好是坦尚尼亚，才决定要挑战把披萨送上海拔5897公尺高的吉利马扎罗山。The pizza man is here! We're gonna eat the pizza! 一片白雪中，外送员的身影摇摇晃晃出现在大家眼前。Hallelujah! 全体高喊万岁！为了达成任务，这一盒意式腊肠披萨经过空运接力外送，从平地运到高山，经过了整整4天，终于可以吃了。Pizza Hut here. It's make a record to bring pizza on the Olympic. That's the highest point of Africa. 还写下地球上最高纬度外送的金氏世界纪录。好，我们刚刚讲到的世界屋脊吉利马扎罗山，看一下基本资料。它呢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海拔5895公尺，所属的国家则是坦尚尼亚。那么它的地形很特别，是从赤道雨林一路到这个冰川带都可以看到。有人说一山可见4季哈，看是有多厉害。然后包括了这个大文豪，也就是海明威，他有经典的名作叫做《吉利马扎罗雪》。去年也有一个韩国的实境秀的节目哈，跑去那边登顶，它名字叫做《人生至少一次吉利马扎罗》。哎。这也蛮励志的，很多人说好吧，我圣母峰无缘的话，不然就试试看吉利马扎罗吧。听说它是7大峰当中最好登顶的一座吗？而且呢，老师您走过，真的非常舒适吗？当然，以你的功力来讲，会不会就是小菜一碟？哦，没有哦，没有哦，对，因为这一座是在非洲嘛，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误解，对，说非洲很热哦。其实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它是海拔一直上去的，到5000多就冷死你了。人家还是有冰川的，有，而且很冷哦。是，对，所以还是要做好准备。对，它有13条路线哦，13条。对，所以你刚刚说送披萨的应该是可口可乐路线哦，可口可乐，沿途都可以喝可乐。哦，所以那个是最好走的。是，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想要看刚刚说的林相的变化， OK， 所以我们走了马切妹路线。哦，马切妹路线，他们俗称威士忌路线。哦，沿途稍微浓烈一点点。对，很舒服啦，很浓烈这样子。然后每一个层次，每个层次都不一样，是的，层次感。真的好有哲学，这是登山哲学了。那因为这个可口可乐路线就是纯粹去登顶，就住山屋啦，然后很舒服的就上去了。是，所以一般的游客就可以去，难怪啊，一年会有3.5万的游客跑去那里玩，对不对？好，讲到玩就一定要请教一下尹君老师。所以一般的游客应该不是喝威士忌，对不对？一般的游客应该喝的就是可口可乐。好，帮我们介绍一下。对，所以刚刚老师提说这边有13条，那都不是我们走，我们只走其中那一条，可以沿路喝可口可乐。因为这条路线确实像老师讲，它全程有山屋，那其他的路线呢，就偶尔有一站可能有，其他你要住营帐。所以就是讲的就是你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因为这样的一个非洲国家，它其实也知道说，就像宁波一样，我要善用我的资源，靠山吃山嘛。对，所以他把硬体都做得很好。你只要准备好，还是你的身体。就像刚刚讲是讲，不能轻视每一座山。而且这个山也特别妙。这个山呢，说是现在在这个坦尚尼亚里面，其实最早的归属不是啊，大家都以为它是在肯亚境内啊。那回到之前的历史，在殖民时期的时候，其实是英国跟法国，英国跟德国。那英国跟德国说历史上实际上家族是一家，所以当时英国拥有这座山，可是德国没有，那没关系啊。英国国王当时是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大笔一挥送你，
送给他的孙子，太狂了吧，2座山就送了，太狂了，太狂了。但是呢，其实我们刚刚在讲说，86岁的阿嬷也能攻顶，虽然走的是可口可乐路线哦，但是其实我们刚刚老师讲的非常好，要准备好的是自己，对不对？就是如果有阿嬷真的也想去攻顶的话，大概需要做哪些的调试跟准备嘛？一样的海拔高度要做适应，然后去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每个营地的每个山屋的地点。像其实它最后一个可以住的地方是4500公尺左右，那风很大哦，风超大的，又没有水源哦，这是比较麻烦的。没有水源，对，那怎么住？没有就要背水上去，所以他们的协作员是他们的特色。是我们记得我们有11个人，我们参加的豪华团，11个里面7个队员嘛，4个记者，是，所以11位，43个协作。要1比4了。哇，1比4，有人背马桶，还有把马桶背上去。对，我们刚刚宇俊老师说的就是我们是住营帐，对，我们不是住山屋，所以每个营帐哦有枕头哦，有甜点是然后早上敲门，请你这个洗脸哦，所以它是属于就是豪华贵族团就对了。它有豪华团、半豪华跟自助旅行团。好，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要攀登高山的时候，第一个要准备好旅费，尤其是如果你已经打定主意要参加的是豪华团的话，这个旅费当然是所费不赀了。另外一个就是要准备好自己，到底要做哪些的体能训练呢？我们广告过后继续聊。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希拉里爵士吗？他也上了纽西兰的钞票。这又是怎么回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带大家看到了，即使是特种部队出身的人哈，他要去攀登这个圣母峰等高峰的时候，他都做足了很多个月的这种体能训练，对不对？然后马上来请教一下姜老师，以你个人的经验哈，像你上次要登顶这个圣母峰之前，你又做了哪些训练？其实我们最早受训练大概就是要以它的环境去做训练，比如说低温、低压、低氧，好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体能是基础的。我记得是12分钟要跑3000公尺哦，对，像军人是对，好，那这个是其中之一。然后绳索，好，绳索的操作，我们要戴手套做这个钩环打绳结，好，因为高海拔嘛，温度低嘛，你会冻伤哦，戴着手套。然后再来就是呢，这个长程的体能这种耐力的训练，最后一个训练是最辛苦的，就是低氧训练。好，低氧训练就是我们是当时到这个体育学院去，然后呢，他们是用气球里面灌置比较低的氧气浓度，然后你吸着氧气在跑步机上面跑1个小时。那跑步机是履带式的，它会抬高，那你背20公斤，在跑步机吸着低氧走1个小时。那他左手我们手会夹一个血氧浓度计，然后看着你说，你吸着低的氧气，背着重装爬坡1个小时，你的血液含氧量剩下多少？那我们最后1年半做到剩个位数的氧气浓度，因为我们平地氧气21嘛，所以我们从19开始降到最后7跟8，对，所以只有2个人完成那最后真的是那2个人登顶所以一定要完成这些训练才能够去做这个尝试了不然实在是太危险，对不对？对。好，不过呢，为什么很多人还是前仆后继，都非常想要完成这个登顶的任务？就是一旦你创造了记录之后，真的可以名留青册、名留史册，或者是名留钞票。是，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如果朋友有去纽西兰，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希拉里他的故乡。这国家呢，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呢，就把这位伟大的登山家放到了国家的钞票上，来纪念他，而且在这个人像底下就写上他的名字 Sir Edmund Hillary。那当然，这座山不是喜马拉雅山，是因为毕竟是纽西兰嘛，所以放的是纽西兰海拔在南岛的库克山3700多公尺，纽西兰北岛看火山，南岛看冰河。
所以实际上也就是告诉世人，你还是要努力，努力就有机会让世人永久铭记你啊。其实这也是这个70周年哈人类登顶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意义，对不对？是的，是的。是我们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要带着谦卑的心哈，然后要亲近它的时候要做足准备，这是70周年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跟教训了。今天非常谢谢2位老师哦，带给我们这样丰富的这个宝贵的一个经验，同时也谢谢你的加入。我是庄开文，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啦！继续收看《提观点》，拜拜。